相信很多人都会遇到失眠、睡不着、经常头晕、头痛的问题。出现这种情况真的是挺烦恼的。那今天呢，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或能够帮助缓解。首先找到印堂穴，就在我们两个眉间正中间的位置。找到之后，可以用食指指腹进行按压，也可以用拇指和食指揪住眉心，这样提拉，每次50下即可。早中晚各按摩1次。这样按摩印堂穴有清头明目、通鼻开窍的作用。每天坚持按摩，能够帮助提高记忆力、缓解疲劳，不仅可以改善脑供血问题，还能够促进睡眠，有利于身体健康。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，很多人都容易出现失眠的问题。建议大家平时要多注意饮食，也可以睡觉前泡泡脚，也可以用玫瑰花泡水喝。玫瑰花有平复情绪、疏肝解郁的作用，对缓解失眠有帮助。肺部不好的人，立秋后做好3件事，强健肺脏，养肺护肺。方法1：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两腿微微弯曲，呈下蹲的姿势，双手放在胸前，弯曲手肘，然后站起时做扩胸动作，同时配合着腹部呼吸，这样反复练习3到5分钟，可帮助扩大肺活量，强健肺脏，对养肺有很好的效果。方法2：多吃养肺食物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常见的养肺食物有莲子、百合、雪梨等等，这些食物立秋后吃，对肺部有非常好的保养作用。方法3：每天进行有氧运动。大家都知道，运动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立秋后，大家可以早晚出去进行适当的有氧运动，比如慢跑、快走、太极拳等，每天坚持，对肺部健康也是有非常大帮助的。那立秋后天气比较干燥，所以很多人心肺功能可能会出现问题，不妨试试上面这3个小方法，坚持下去，肺部可能会越来越好。肺部不好的人，手指会有2种表现，每天敲打5分钟，养肺护肺。表现1：出现杵状指。杵状指一般出现在长期吸烟的人身上，如果发现自己的手指指尖变粗，就要小心，很可能是肺部出现了问题，最好检查一下。表现2：拇指肚干瘪。大家可以试验一下，用力的按压一下大拇指指肚，如果出现干瘪的情况，而且一段时间不能够恢复，那就要小心了，可能是肺部出现了问题。如果你手指出现上面这2个异常，就要抓紧养肺了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有很好的养护肺部的作用。这个方法很简单，就是敲打手臂处的肺经，从肩胛骨凹陷处沿着手臂内侧一直到拇指内侧端。敲打肺经的时候，手握成空拳，从肩膀开始，从上往下的敲打到手腕，手腕到拇指内侧这段可以用手指按压，每天这样敲打3到5分钟，每天坚持就能够起到很好的养肺效果。人体一共有12条经络，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肺经。肺经和口鼻相连通，又和皮肤有关系，同时跟大肠互为表里。如果肺经不通，对身体的影响还挺大的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敲打肺经的方法。敲打肺经的时候，可以将一只手握成空拳，然后沿着前臂小拇指一侧，由肘部到手腕用力的敲打。敲打时会有明显疼痛的地方，这时可以着力的按揉痛点。每天敲打按摩5分钟，这样可以使肺经运行畅通，帮助疏通经络，补足肺气，有很好的养肺护肺的作用。那除此之外还可以重点的按摩一下大鱼际，用手指按摩3到5分钟，感觉有酸胀感，也能够帮助疏通肺经，要坚持按摩才行。如果甘油三酯偏高，要少吃2物，可以多喝易水，能够帮助养护血管，稳定血脂哦。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，这类食物不仅会刺激肠胃，也会给血管健康带来损伤，从而使得甘油三酯偏高，所以要少吃才行。少吃油炸的食物，油炸食物深受人们的喜爱，但是吃多了也会给健康带来隐患，因为油炸食物含有大量的脂肪和反式脂肪酸，那吃多了就可能会引起甘油三酯升高，对血管健康也不利。
不过呀，可以多喝苦荞水。苦荞是粗粮，含有的营养非常丰富，其中含有的芦丁物质可以加快身体的新陈代谢，促进身体排毒，对降低甘油三酯有帮助。那经常喝一些苦荞水，有助血管健康、血脂稳定。三酯是人体内含量最多的脂类物质，如果甘油三酯偏高，很可能会使血管堵塞，导致多种心血管疾病。所以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多注意，平时记住多做2件事。第一，多运动。生命在于运动，如果每天坚持运动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力，对甘油三酯的排出有很大帮助，而且还能起到保护血管的作用。第二，多喝水。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多喝水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经常喝水可以帮助稀释血液，帮助身体补充水分，促进血液循环，降低血液的粘稠度。所以甘油三酯偏高的人养成多喝水的习惯，这样可以让血管更干净健康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。除了多做上面这2件事外，还要少吃一种食物，高糖食物。高糖食物中含有大量的糖分，而糖分会在肝脏中转化为甘油三酯，容易导致甘油三酯升高。比如我们平时吃的饼干、蛋糕、各种饮料等，都属于高糖食物，所以应该少吃这类食物。甘油三酯偏高的朋友，如果能做好上面这3件事，能够帮助减少血管堵塞，稳定血脂，对降低血液中甘油三酯含量也大有帮助。在我们的血脂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，就叫做甘油三酯。如果甘油三酯偏高，那么也会加大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。那甘油三酯高，身体会有哪些表现呢？可能会出现脸黄疣、视力模糊、头晕目眩、口角歪斜等情况，所以大家要注意，平时呢尽量远离3种食物。首先，高盐食物。日常生活中我们吃的腌制类食物都含有很高的盐分，如果经常吃，会增加血管的负担，降低血管的弹性，不仅会使甘油三酯升高，还容易导致血压升高，对健康很不利。其次是油腻的食物，油腻食物也是很多中老年人爱吃的。那油腻食物是血管的杀手，如果经常吃，会影响到血液循环，使体内堆积毒素和垃圾，也会导致甘油三酯偏高。那最后是动物的内脏，很多人认为动物内脏很有营养，所以就会经常吃。但是对于甘油三酯高的人，动物内脏一定要远离，因为动物内脏中含有很多的胆固醇和脂肪，吃多了也会给血管增加负担，使甘油三酯偏高。上面这3种血管的杀手，希望大家能够忌口，这样对血管健康也有帮助，身体呢也会感激的事情。现在很多人呢喜欢喝酒熬夜，那时间长了就把肝给熬坏了。肝呀是负责给身体排毒解毒的，如果肝脏不好，那么健康也会受到影响。那今天木子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动作，可以帮助清肝去火、养肝护肝。这个动作就是拍打腋窝。首先我们自然站立，双脚分开和肩膀同宽，然后抬起我们的右手，用右手抓住左侧耳朵，再用左手去拍打右侧的腋窝，拍打49下，再换另一侧，用同样的方法拍打49下，拍打力度适中即可。那这样拍打腋窝有排肝毒、降肝火的作用，能帮助养肝护肝，让气色也越来越好。又熬夜了，油炸食物吃多了，经常喝酒，这些呀可能会导致肝脏受损。那如果肝脏不好呢，身体会出现一些怪象，大家呢别忽视了。牙龈出血，很多人早上刷牙的时候会出现出血的情况，那这种情况很可能是体内缺乏维生素了，或者呢口腔疾病引起的。若都不是的话，就要警惕，可能是肝脏出现了问题，要注意养肝护肝了。指甲发黄，正常情况下，手指甲应该是红润、饱满、有光泽的。如果肝脏出现问题，那么指甲就会出现发黄的情况，大家要小心。还有一种异常是尿液颜色异常，当早上起床排尿时，尿液颜色变深黄或者是茶色，也说明肝脏受损了。上面这3个异常若都没有，说明肝脏还算健康。想要养肝护肝，平时可以多吃2种食物，香菇和芹菜。香菇中含有丰富的多糖类物质，可以加强机体的免疫力，有很好的保护肝脏作用。
而芹菜可以促进肝气循环，舒缓肝郁，对肝脏也有保。脸上经常会出现一些斑点，其实呢，这可能是肝不好的表现。那么肝不好，我们就要想办法养肝啊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小方法，有养肝养颜的作用哦。大家呢可以常揉腿上的一条筋，那这条筋就是阴陵泉和地基穴的连线。阴陵泉在膝关节内下方凹陷处，而地基穴呢就在阴陵泉下3寸。我们按揉的时候呀，可以将4个手指并拢，然后从阴陵泉往地基穴慢慢的揉，然后再返回来，这样按揉3到5分钟。因为阴陵泉和地基穴都属足太阴脾经，所以呢，这样按揉能够促进气血运行，有健脾的作用。同时还能帮助养肝养颜、疏通经络，所以呢，坚持按摩这个地方，气色也会越来越好哦。得了，就报到这儿吧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吧，拜拜。